苏公子一定还在困惑，暗河和影宗原本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可是如今却忽然之间好像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暗河的任务都是提魂殿下派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是江湖上有人出了高价找提魂殿下了杀人的单，却没想到是影宗下派的。要说起这段往事来，就要追溯到北离开国的时候了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啊！可如今执掌暗河的苏昌河，以及我，和几百年前的隐卫团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无名者，身上流的并不是暗河的血。你错了，如今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，而我们要选择自己的路。还是太年轻了，看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比如说万卷楼。万卷楼，没错，就是万卷楼。暗河几百年来都归属于影宗，常人无法寻到的暗河的宗门地址，暗河遍布于天下的各大诸朝基地，还有你们的真实身份，你们每个人的武功和弱点，以及画像，都藏于影宗之内。一旦你们叛离，那这些信息便会出现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杀手们，放眼望去，这个江湖上全是你们的仇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将成为被追杀的对象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会以为，如今的影宗空占着一个国丈爷的名号，在这天启城之中，早没了当年的威风，连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么资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便能毁了暗河。你们想重新建立一个暗河，想要从头开始，可是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，能够反抗影宗100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如风。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影宗则是暗中护卫天启城的影子。那么天启城中的事，应与暗河无关。琅琊王身为萧氏皇族，刺杀他，违背二者所护卫的理念。这个任务不是影宗应当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换筹码。你想要什么筹码？你方才说的那些，都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暗河和影宗从此以后无关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。吴阳，
送客。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。琅琊王是北离军武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让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东军的师兄。杀了他，得罪整个天下。我不觉得你能够和我谈条件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
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城主，苏雨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了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两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穆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三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血统丝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即供。主攻击的掌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，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武痕，正北修门。
无风，自打西海。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鬼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商火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收银。银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阴谋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2个毕竟也算是罗力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
小圣医，又见面了不？苏家苏泽，奉老爷子的命，来送小圣医归西。归总部，狗东西！你究竟是哪个？我是白鹤怀，药王谷的神医啊。你母亲可是姓温？你刚才使用的鬼种步是我改良过的，普天之下我只教过他一个。是，那又如何？苏哲，你和白神医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啊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啊，动手！都给老子滚！苏哲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母亲的名字可是叫温若景，小名阿鹤。是。那你是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帮你起名字，贺怀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白鹤南飞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母亲在起名字这方面确实有天分。比如，狗东西。是啊，比如狗东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是有人子，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安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你跟我这些讲屁的族规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族规，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！你，哼！吴越啊！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。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忆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出给了我魁的身份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哪个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立判生死！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我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
须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也敢在我降魔法掌面前放肆！阵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。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是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萧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那一天，我们在雪落山庄相遇，是巧合吗？确实是有些巧，就像是被安排好的一样。刘姐。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将来吧，有机会再告诉你。二哥，你发现没有？剑正好像瘦了许多，脸色也有些苍白。哦，你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啊。祭祀大典之前，剑正自然要操劳一些。两位侄儿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说剑正最近没有休息好。哦，老朽多谢王爷关心了。祭祀大典，剑正辛苦了。职责所在。老七啊，你这衣服不错呀。皇叔喜欢，那我现在就脱下来。哎，你这衣服太花哨了，皇叔穿不合适。哎，叶笑英呢？怎么没来啊？皇叔，三军主帅可以不参加祭祀大典。我听说这叶笑英都做好准备要来了。明白了。看来今年的龙峰卷轴又没有了，啊？国师，你看我这又失言了。我什么都没听到啊。陛下，父皇，父皇，保救！圣上，经过太医院的诊断，圣上是因为突发心疾而导致的昏厥，虽然暂时不会危及性命，却也一直找不到根治之法。这3日，圣上一直处于昏睡状态，其见证来过3次。圣上一共就清醒了3回，就下了3道旨意。第1道旨意，由蓝月侯和太师董柱共同监国，通关北离上下所有事务。这第2道旨意，是天启城封城1个月，所有2品以下文官不得进出，2品以上所有军官不得离府。这第3道旨意，则是一道密旨，
是由掌印监景言公公亲自送到叶孝英大将军的府邸。叶孝英，看来这次父皇病得真的很重。此话何解？父皇那3道旨意传到朝臣的耳朵里，则是代表了3个意思：托国、防乱、振人心。父皇的用意太过于明显，但是这么明显的用意，虽然暂时能够压制住一些人的异动之心，却在另一方面暴露了他病重的事实。将军，怎么样？这几日，咱们将军府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吧？但不管是明还是暗，将军府都没有让任何一个人进入到这里。既然是密旨，就应该悄悄地下，弄得几个王爷都知道了。哼，咱们这个陛下呀，怎么得的心疾，就是因为心思太重。将军，您说圣上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哼，要做什么？哼，我掌握中军虎符多年，麾下将士无数。陛下现在给我这道密旨，就是要告诉那些权臣，他已经给我传递了某道指令。有了这道指令在手，到时候若真有人图谋不轨，我就可以按照旨意上所写的大肆行事。将军说的有理，可为何密旨上不写一字呢？因为我是人徒啊！我们这位陛下会真的信任我，给我一道圣旨吗？哼！我现在是被他摆了一道啊！若依那边有没有新的消息？有，他们已经成功了。那人已经到了雪月城，大小姐也在回天启城的路上。好，时间快到了。怎么样，回侯爷，圣上的心急暂时用药稳住了，但寻找根治之法还需要……这些话我都听够了。我问你，圣上到底要多久才能醒？短则3月，长则半年。荒谬！你们想让圣上长睡不醒吗？奴才不敢。侯爷，要不要再派人去清听界，请国师来看一看？太师，这国师毕竟不是大夫，再说他的身体……太师，我需要离开天启几日，这几日的朝政就麻烦你了。是。最近，白小堂在江湖中十分活跃，怎么姬若风又重新回来执掌白小堂了吗？啊，堂主确实说要带领我们白小堂恢复以往的威势，却不是姬老堂主说的。哦，新堂主，那是谁呀？堂主说与司空城主相见不会太远，到时候见面就知道了。有几分意思啊。这么说，白小堂这次是有要事相告了？白小堂也有消息想问雪月城。你说，堂主问，为什么百里东军和莫一没有回来？看来你们白小堂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都很多啊。莫一先生入大梦自关，10年之内都不会醒来。百里大师伯为其护法，莫一一日自关不出，他便一日不会离开蓬莱岛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说着消息着急，结果问我们问来问去，耗了我们半天时间，也不说那消息。大小姐不要着急，因为今天本不是我一个人来雪月城，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找到了真正需要这个消息的人。
萧瑟，你们找萧瑟做什么？什么消息？天启城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当今圣上在年嗣的祭典上晕倒了，靠着钦天剑见证齐天辰，才勉强恢复了神智。胡闹！请父皇答应儿臣这个请求吧。你是皇子，是孤最优秀的皇子，朝野上下都在说，未来你要继承江山，可是你居然跑来跟孤说你要去闯荡江湖，这不是胡闹是什么？可昔日琅琊王叔也曾仗剑闯江湖，儿臣又是琅琊王，孤是父皇还是他是啊？自然您是父皇，可儿臣是琅琊王叔教出来的。父皇说儿臣胡闹，那就降琅琊王叔的罪吧。荒唐！你不是之前说过要去闯江湖吗？好，那孤就废你王位，夺你身份，你就去山间，就去那草莽，一辈子都不要给我回来！萧瑟。你都知道了，所以你这是要回去了吧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去你说的那个天启。天启城这个时候应该会派人来雪月城。三城主是天下闻名的药王传人，若是这件事太医院无法解决，或许三城主有办法可以解决。我要的不是这个回答，我是问你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天启吗？小楚河呀，小楚河，人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却还是沉默，真是太煞风景了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琅琊王。荒谬！我真的是琅琊王。琅琊王叔当年被刺，世袭罔替，其后代可传承王位。这位是琅琊王叔独子萧凌晨，的确可以自称为琅琊王。凌晨，好久不见。千罗，我有事。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司空城主的女儿啊，我觉得是你高攀了。4年不见，突然出现就是为了跟我说这话？自然不是。这么多年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很多次，都没找到你。天启城叛乱那一天，我父帅带着我，驾着一辆马车向北门行去，途中被白虎使拦了下来。我父帅独自留下来，没有抵抗，白虎使便放我出城离去。后来在我逃亡的途中，又遇见了北厉3神将，随后与我琅琊军旧将隐姓埋名，藏于市井之间。为何那天琅琊王叔会忽然离城？我不知道，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。在我遇到3位神将之前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追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帅会被白虎使拦下。因为刑部所述，琅琊王图谋造反，在那天故意发动动乱。我父帅如果真的造反，半个北离都会毁掉。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就被说成是我琅琊王谋逆，简直是对我父帅的侮辱。的确，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叔也没说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般？我有这个猜测。那你就回到天启，查出这个秘密。那你呢？
天启是你我终将都要回去的地方，只不过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时机。如今你的时机已到，而我的时机还未到，我还缺一把火。我为你们点燃这把火，在我查到当年真相之后。你要我救什么人啊？我不出意的。小神医可能不知道，有些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就比如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金衣蓝月侯，北离的大监国，现在整个北离都归我管，更何况你呢？救我！他说的没错，北离现在他最大，我也不能拦他。不过侯爷，你又何必逗弄一个孩子呢？好，我允许你问一个问题。你要我救谁？什么症状？你要救的人姓萧，名若锦，是北离的皇帝。皇帝？对，他患的是心疾。前些日子祭祀的时候突然晕倒，到现在一直昏睡不醒。好吧，我随你去。冢内最近有贵客？是啊，我的2个外孙回来小住。难怪有如此强的剑气，是李寒衣回来了？不，这剑气和李寒衣的不太一样，倒像是新月的。难道是穿红衣的那个小子？正是。好，很好。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青龙守护，果然有了真正的传人。千洛他似乎有一些失落，他说他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一直都没有回答他。因为这个答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的父皇是一个不错的父皇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他甚至是一个不错的皇帝。我以为你会很讨厌他。我自然讨厌他。无论是当年叶鼎之的事情，还是后来琅琊王的事情，我都讨厌他。我甚至看不起他，想杀了他。但是作为一个父皇，当年的他给了你所有的一切，后来的他也极力想挽救一切。但是作为一个皇帝，近年来北离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他最对不起的只是琅琊王。在他眼中，我只是个不孝的儿子。游子在外面久了，总是要归家的。我今天见到萧凌晨了，3城主安排的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琅琊军那些旧部的行踪，只是前几日凌晨找到了我，他说他知道你在这里，他也知道你此刻一直都在犹豫。他说他想给你一些鼓励。他好像什么都没说。他说他的出现就是对你最大的鼓励。真自信啊！殿下，唐门出了一件大事。说，唐林从雪月城返回了唐门，唐门上下打算重罚他，先废除他的一身武功，再将他逐出唐门。但是唐连月突然破关而出，连战唐皇、唐玄、唐七杀，将他们3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唐门原本一直被压制着的清雪月城的派系也皆是反抗。所以，唐门期待已久的新老太爷终于诞生了。唐连月成了唐门的新老太爷，他现在执掌唐门。
是断然不会再跟我们合作了。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按照唐连月的作风，他应该会让唐门远离这场纷争，少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而且，唐莲的事透露出另外一个讯息。什么信息？他回来了，而且已经康复了。王爷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那便一声令下。是。师傅，我在唐门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，您却一直没有给我想要的答案。如今的唐门究竟是站在雪月城一边，还是继续支持天启城里的那位白王？唐门不设党争，这是几百年来的规矩。老太爷不肯听，为了覆灭雷家堡，暗中背弃和雪月城的盟约，与白王联手，过程中又遭到暗河蛊惑，才导致如此结局。与雷家堡结了死仇，和雪月城暂时也不可能重新联盟了。至于去支持白王，徒儿啊，在你心中，我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吗？啊，是徒儿多虑了。所以师父您的选择是两边都不保。如今的唐门没有做选择的资格。徒儿明白了。那你呢？唐门没有做选择的资格，但是你有。我已经做好选择了。这倒是令我有些意外，我以为你来问我是想寻求一些意见。说说，你要怎么做？随心而行，平心而动。这样的话，像是当年百里东君会说的话。不错，有长进。或许是我最近开始学习酿酒，性子也有点随百里师傅了。酿酒？对，我最近在研究这本书，据说它不是一本普通的酿酒之书。这本酒经原本记载着一种能以酒炼体的奇异法门，百里东君拿到后，将绝世酿酒术与这法门相结合，写了后文。当年百里东君以7盏星夜酒登碉楼小筑的故事，你一定听过。都听得耳朵都生茧子了。但大家不知道的是，琅琊王萧若风也是那次的品酒师之一。7盏星夜酒后，他破境了。破境？他从自在地境一下子进入了逍遥天境，而在此之前，萧若风的武功境界已经多年未进一步了。这酒精竟然如此奥妙，那为什么百里师傅不早些让我喝这神奇的星夜酒啊？我问过他，他说并不是喝酒就能提升功力的，和人的心境也有关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这酒精值得你好好研究。好。小神医怎么样？确实是心急。能治吗？能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别但是了，这个时候就别卖关子了。是你先打断了我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多久？1个月。好，那这1个月，太医院的御医都听你差遣。愿为神医效劳。哎，诸位前辈抬举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神医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什么时候开饭？饿了。李长青，你这个虎贲上尉，禁军大都头，竟然让一个刺客悄无声息地溜进皇宫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失职。刺客是什么人？何时入的宫？侯爷离开的当夜。起初属下也没察觉，但他被大剑撞上了。刺客的身手极好，被大剑重创之后，还能离开皇宫。这圣上刚病倒，
看来天启城就有人坐不住了。有一处很蹊跷，大剑发现刺客的地方是一座荒废很久的冷宫。属下斗胆猜测，此人入宫可能跟刺杀并无关系。你别猜测了，你带着虎贲郎给我守好这泰安殿，如果再出什么差错，我要了你的脑袋。